最近美国的天才法案通过以后，绝大多数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稳定币领域的巨无霸，也是目前最有希望成为天才法案所覆盖的合规稳定币项目，那就是 USDT 和 USDC。但是在天才法案出台之前，其实是有几种不同类型的稳定币的。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将来除了 USDT、USDC 这种跟法币和国债挂钩的、符合天才法案的稳定币项目以外，其他的稳定币项目还有希望吗？可能有一部分人已经关注到，即使是在天才法案出台的这个大背景下，USDE 看起来它是不符合天才法案的这个合法合规的条件的，但它依然能够逆势上行。到现在只1年半的时间，它已经发展到100多亿美元的规模，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所以在 USDT、USDC 之外，我们得重新评估一下其他的稳定币项目是否它还有成长的机会。为什么 USDE 能够逆势上行？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将跟大家谈到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就是要系统的重新评估基于天才法案的以法币资产做抵押的稳定币项目，以及以加密货币或商品做抵押的稳定币项目，还有算法稳定币项目，这些不同的稳定币项目之间，它们未来的发展可能的发展前景。第二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个 USDE 这个项目，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在天才法案的大背景下逆势上扬。第三，我们要系统的评估一下 USDE 这个项目背后的优缺点，它的未来的可能成长空间以及它的风险所在。下面让我们进入正题。由于最近这段时间在天才法案等稳定币立法的大背景下，大多数人自然的将目光都集中在 USDT 和 USDC， 我们称为稳定币双雄。那么是不是因为有了天才法案，有了稳定币合法合规的制度框架以后，其他类型的稳定币就已经没有成长空间了呢？我曾经有一个视频给大家分析过这个问题。以天才法案为框架的稳定币项目，它天然的与传统的金融监管捆绑在一起，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即使它运行在区块链上，由于它有中心化的发行方，它要接受监管的协调，所以它一定会有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势介入。在这种情况下，它很有可能就失去了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本来含义。我们知道，区块链既然它可以破茧而出，它就意味着它天然具有抗审查的能力，所以会有相当一部分支持去中心化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可能不会再使用 USDT、USDC， 反而他们会更加趋向于去使用那些依然在坚持去中心化使命的这些稳定币或者其他的加密货币。基于这个判断，我们可以预期，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一定会看到的情况是，以 USDT、USDC 为代表的合法合规稳定币的蓬勃发展，以及以加密资产为抵押的，更大程度上坚持去中心化原教旨的这些稳定币的逆势上扬，两种状态会同时并存。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认知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话题就变得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算法稳定币，例如像 UST 韩国企业家全道恒他们建立起来的曾经超过400亿市值的稳定币的帝国，在一夜之间覆灭了。那么算法稳定币未来能否再度王者归来，需要取决于看有没有市场上大家所公认的可信赖的算法，让大家觉得它能避开 UST 这样的死亡螺旋的冲击。但是有一种稳定币我们是断然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加密货币抵押型的稳定币。因为逻辑上讲，加密货币的抵押跟 USDT、USDC 法币做抵押，本质上它的运行逻辑是一样的。
只有两点区别。第一个区别是 USDT、USDC 将来一定会在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势监管下生存。第二呢，就是它的背后的基础资产是法币或者国债，而加密货币抵押型的资产呢，在这两方面有它有别。第一，它一定会更加去中心化，真正运行在区块链上，具有抗审查的特性。第二，它背后的基础资产呢是加密货币，所以从资产到运行的逻辑，再到它的抗审查特征，都使得加密货币抵押型的稳定币它显得更加去中心化，更加符合区块链精神，更加坚持去中心化的原教旨主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加密货币抵押型的稳定币它一定是有巨大的市场生存的空间和潜力。那么目前运行时间最长最成熟的加密货币抵押型的稳定币就是 DAI。 的项目2014年开始运行，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经历了各种市场极端行情的考验，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项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虽然受到市场很多区块链爱好者的欢迎，有它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是它一直不温不火，成长性并不高。而我们今天要谈的项目 USDE， 它整体上也可以归类为加密资产抵押型的稳定币，但是从2024年2月项目启动以来，到现在1年半的时间，它的规模已经反超 DAI， 成长为最大的加密货币抵押型的稳定币。在整个稳定币的市场排行榜上，它已经排居第3位，仅次于 USDT 和 USDC。最新的市值已经超过120亿美元。所以一个项目在1年半的时间里面能够成长到这么大的规模，能够成为业内排行第3，或者说成为非天才法案规范下的稳定币排行第1，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背后一定是有自己的原因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项目可以稍微做一些分析。这个项目的创始人叫 Guy Young， 这个 Guy Young 他是一个传统金融行业出身的，是一个私募基金管理人，曾经在很多传统行业的金融机构他都任过职，所以他是跨传统金融和去中心化金融 TradeFi 和 DeFi 双料型的选手。所以他带领着一个20多人的精简团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通过他的天才设计，设计出一个 USDE 这样的稳定币项目，并通过一个叫做 Ethena 的平台发行了一个治理代币叫 ENA， 通过 Ethena 的平台构造了一个相对去中心化的治理。我们后面讲这个项目本身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到 ENA 或者 Ethena 或者是 USDE， 我们都把它看成同一个项目，这几个概念我们会混用。那这个项目有什么优势？它是如何治理的？首先我们说这个项目的治理是跟我们很多类似的项目相似。我们看到的稳定币项目包括 DAI、UST 以及我们这里讲的 USDE， 它的基本上都是一样，是用一个双币的结构，就是有一个治理币作为社区的代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发行一个稳定币的项目。那么在这里这个项目就叫 Ethena， 它的治理代币就叫 ENA， 它的稳定币项目就叫 USDE。 治理逻辑就是治理币加稳定币。这个稳定币它的运行逻辑是怎么样呢？其实它是一种兼具加密货币抵押和传统金融两种特征基于一身的一个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它的运营逻辑是用加密货币做抵押，但是为了规避加密货币价格波动的风险，在衍生品市场，具体来讲就是在永续期货合约的市场做一个叫做 Delta 对冲，实际上就是做一个套期保值。那么这样一来，它就使得这个项目跟其他的稳定币项目具有几个优势。以往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有一些自己的问题，譬如说 UST 我们知道它已经崩盘了，而 USDT 和 USDC 这种相对说来合规的稳定币，它就是有中心化的风险，而且长远看，在全球范围里面，如果像现在的情况 99% 都是基于美元的稳定币，那么你对美国的国债真的有把握它没有违约风险吗？因为 USDT、USDC 这种
天才法案框架下的稳定币，将来它核心的底层资产就是美国的国债。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国会每年在做预算的时候，都会对美国的国债上限做一个限定。所以，如果哪一天美国的两党争论不休，无法就国债的上限达成共识的话，美国政府就要停摆。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以往可能到期的国债就不能得到偿还，这样的话美国国债就有可能违约。那如果美国的国债违约了，所有基于美国国债的稳定币，包括 USDT、USDC， 他们都会面临着一个风险。像 DAI 这个项目，它的项目名称 MakerDAO， 他们建立的这个 DAI 的项目，它也有它的自己的问题。虽然它已经运行了11年的时间，看起来很成功，但是第一，它成长性不够好。第二，它有两个很大的缺陷。首先，它是超额抵押的，可能你需要花100块钱才能抵押出70块，那你的资金利用效率是不高的。另外，它还需要向你收取一个利息，这个叫 stable fee， 在它这个系统里叫稳定费，实际上相当于你把你的比特币、以太坊抵押给 MakerDAO 100块钱，MakerDAO 给你70块钱，然后它还要向你收取一个稳定费，收取一个利息。而后续当价格有波动的时候，主要讲就是你抵押的这个加密资产，如果价格下跌的时候，你还需要补充抵押品，或者是提前偿还部分 DAI 的稳定币，所以它的运行是有很多问题的。USDE 采用一个非常好的机制，把刚才这样一些问题解决掉。首先，第一，它的抵押品跟现实当中的法币是没有关系的，它是用加密货币来抵押的。最开始是用以太坊为主，后来扩展到比特币，也有一部分是用 USDT、USDC 这种稳定币作为抵押的。但整体上讲，它是以加密资产作为抵押的，可以解决法币底层资产违约的风险。第二，它是无需超额抵押，也就是说，你有100块钱的以太坊或者比特币，你就可以拿出来100块钱 USDE 美元稳定币。第三，它是可生息的，这一点跟 DAI 不一样。DAI 是你需要支付利息，而 USDE 它是不需要支付利息的，甚至它可以生息。生息的方式就是你拿到了 USDE， 如果你短时间内不使用这笔钱的话，你就可以把 USDE 质押给 ENA 的项目方。ENA 的项目方就会把 USDE 这个项目背后运行当中获得的收益分享给你，质押的 USDE 我们称为 USDE。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谈到它背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收益从哪里来，待会儿后面专门来谈这个。首先你看它解决了我们DAI里面两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是超额抵押，它不需要超额抵押。第二，你需要支付利息，它这里不再需要支付利息。第三， USDE 因为它有一个质押可以产生收益的机制，所以它的生态前景是看好的，这也是它高成长的原因，在1年多时间里面能够成长为第3名。它的生态前景未来是可以覆盖传统金融和去中心化金融2个领域，这也跟高野洋作为创始人，他出生于传统金融，同时又理解区块链金融的双料特征有关。USDE 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非常精彩的点，就在于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暂时不用的 USDE， 可以把它质押给 ENA 的项目方，变成 SUSDE，SUSDE 就可以给你带来收益。那么它这个收益是来自什么地方呢？它跟全道亨在那个 UST 的生态上承诺的 20% 的年化收益完全不一样，它背后是有真实收益来源的。那么我们要理解它的这个来源，必须要理解 USDE 它在不需要超额抵押的时候，它是如何保持 USDE 这个币值的稳定的。核心就是在加密货币抵押进来以后， ENA 的项目方就会把这些加密资产托管给第三方，保证加密资产本身的安全，同时就到加密货币交易所，包括中心化的交易所，像币安这样，也可以包括部分流动性好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去进行一个加密资产的所谓 Delta 对冲。这个 Delta 对冲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套期保值。Delta 指的是某一个资产对基础资产的价格敏感度，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就涉及到2个资产，一个是现货，标的资产是现货，现货本身对自己的敏感度是1，
永续合约对现货的敏感度是-1，所以你如果在现货市场持有多头头寸，在永续合约市场持有空头头寸，那么一正一负抵消就等于0，你的资产组合就变成了一个德尔塔中性，也就是说它对基础资产的价格不敏感。举个例子说，假如以太坊的价格是4000块钱，你向 USDE 的项目方抵押了一个以太坊， USDE 的项目方就会把这个以太坊交给托管方托管起来，然后在链上给你发行4000块钱的 USDE。 为了防止以太坊的抵押品会贬值，所以这个时候以太坊它就要做一件事情，在币安等交易所做一个以太坊的永续合约的空头交易，也就是现货上持有一个以太坊的同时，在期货市场它就会怎么样，就会卖空一个以太坊。这样的话，当以太坊价格涨到5000块钱，你的现货升值了，你的永续合约会亏钱。当以太坊跌到3000块钱，你的以太坊现货跌了1000块，那你的期货市场的空头合约会赚1000块，始终保持你的以太坊的价值在4000块钱。所以你不需要超额抵押，它也能够帮你实现你的 USDE 的规模的稳定，而不需要你补充保证金。但是这样一做的话，它产生了2个额外的好处。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以太坊本身它是有质押机制的，所以如果你的抵押品是以太坊的话，那这个以太坊可以直接变成以太坊链上的质押节点，然后你就可以获得以太坊的收益，所以你就有了一个收益来源。第二，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益来源，因为你在永续合约上面做空头，而我们知道永续合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资金费。绝大多数情况下，永续合约的价格都比现货价格要高，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多头向空头支付资金费，而 USDE 的项目方在永续合约上它永远都是空头，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它都能在期货市场上每隔8小时就拿到一笔资金费，这样你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收到2笔收益。第一就是以太坊的质押所带来的以太坊的收益，第二就是以永续合约在空头头寸上所获得的资金费。所以这2笔收益它打包在一起构成了整个资产组合的收益。如果你的 USDE 你不用的话，你就可以质押给项目方，然后项目方给你分享这个收益，所以使得这个 USDE 它变成了一个可生息的资产。这样一来，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你就发现 USDE 为什么成长这么快。第一，它的质押品是区块链玩家最喜欢的东西，叫加密货币，而且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以太坊和比特币是大家所广泛接受的加密货币。第二，它无需超额抵押，无需追加保证金等额外的操作，质押进去多少钱，你可以一直拿着这些钱，它能保证它的币值是稳定的。第三，它是目前市场上唯一的一个天然带有收益来源的稳定币。我们知道其他所有的稳定币都是不生息的，但是 USDE 它是可以直接产生回报的。第四，由于它有收益机制，所以它未来的生态前景可以覆盖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和传统金融 TradeFi， 打通去中心化金融和传统金融之间的桥梁。所以基于以上几点认知，我们不仅见证了 USDE 在过去1年半的时间里的高速成长，而且很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还能进一步见证到它更快的成长。那么大家可能会问说，这个项目真的这么完美吗？它有没有什么缺陷，有没有什么劣势？当然我们说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完美的区块链项目， USDE 或者 EC 也一样，那它有可能有这么一些潜在的风险。第一个就是它可能存在中心化风险。怎么理解？就是 USDE 发行的抵押品是加密货币，这加密货币它必须在交易所进行永续合约的空头交易，去对冲它的价格风险。那么你去任何交易所做永续合约的对冲，都相当于它是你的一个中心化的交易对手。如果你在币安去做永续合约的交易，你怎么能保证币安是一个永续经营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呢？
即使你去中心化市场，它也有可能有合约漏洞。所以这样你的交易对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中心化的交易对手，你是没有办法完全回避掉这个问题。第二，它的还没有受到这样的市场考验，所以在极端行情下，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还要拭目以待。第三就是 USDE 它的规模其实是有一个天然的限制的，就是你的 USDE 的发行规模天然的受到永续期货合约的市场容量的限制。这几个主流的交易所，它的以太坊的或者比特币的未平仓合约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你 USDE 的发行规模。就是如果市场的交易支撑不了更大的规模，你 USDE 就没办法再放大。那么按照 USDE 目前的设计规则，就是它在永续合约市场上持有的仓位不能超过单一资产的永续合约总仓位的25%。其实这个上限已经很高了，所以像以太坊现在它持有的永续合约的仓位已经差不多是突破20%了，所以已经很高了。以太坊在 USDE 的抵押品当中的份额几乎短期内看不到有可拓展的空间。还有第四个，它可能有一些操作的风险，比如说你要去做对冲，可能有操作风险，或者是有一些我们现在还无法预见的风险。譬如说，当市场在发生极端情况下发生挤兑，那会不会像 UST 那样陷入上法稳定币的死亡螺旋？这个我们还不得而知。所以它理论上讲是存在这样一些风险。那么未来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些风险，或者是怎么去评估这些风险呢？第一个就是中心化交易对手的风险，这个我想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唯一能解决的就是进行适度的分散化。也就是说，我肯定不会在币安一家交易所去开仓，我会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交易所。中心化我有选择很多家，去中心化我选择很多家，在不同的交易所分开开设我的仓位。那单一中心的跑路的风险、漏洞的风险或者破产的风险，它就变小了，但这个风险不能完全根除。第二就是它的历史很短，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预计它在极端行情当中的表现。现在只能用逻辑去考虑它这种可持续性。就逻辑上讲，只要你在发行 USDE 的那一瞬间，在永续合约市场上能够开到对等的仓位，价格风险对你来讲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是逻辑。所以理论上讲，我们用逻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规模会受到永续合约市场头寸的限制，这个可以通过拓展抵押品种去解决。例如以太坊的头寸不足了，我可以增加比特币；比特币的头寸不足了，我可以增加 BNB；BNB 的头寸不足了，我可以增加 Solana。所以我可以找一些大家所普遍接受的一些大品种的加密货币作为底层资产，继续运营，从而产生更大规模。但是当你的抵押品种越来越扩散以后，像以太坊这样可以产生收益的资产，它的份额就会下降，这样一来会影响 USDE 的整体收益水平，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点。关于其他的一些不可预见的风险，譬如说会不会有挤兑，这个是 USDE 采用的是白名单的铸造制度，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任何一个人拿着比特币、以太坊就可以去 Ethena 上面铸造出 USDE 出来，只有白名单中的地址才能够有铸造和销毁的权利。所以这些白名单大多数是市场的大的中市商、囤币商或者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不太会发生挤兑，所以这个风险目前是看不到。还有死亡螺旋的机制，因为它这个里面没有治理代币和 USDE 之间的双向套利的逻辑，这一点跟 UST 不一样，所以应该这方面的风险目前是看不到。是否有其他不可预见的风险，那我们还不得而知。所以经过以上的一个评估，总体上讲就是 USDE 这个项目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当然它有一些潜在的缺陷，我们要去合理的评估这些潜在缺陷。如果你觉得这些风险是可以接受的，那么 USDE 未来也许就是一个好的，还
带有升值空间的一个项目。果真如此的话，ENA 这个目前排名30位左右的加密货币品种，也许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投资标的。另外，USDE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是，它为了与传统金融相对接，所以它可能会推出一个新的品种，是叫 iUSDE。iUSDE 它面向传统金融机构，因为我们前面解释的机制，就是因为 USDE 它具有产生收益的机制，所以它很有可能被众多的传统金融机构所接受。如果按照以往的历史的话，它这两块收益都是不菲的，特别在牛市里面，这个资金费这一块是很大的，所以年化收益率达到10%以上，这些传统金融里面很难找到对等的替代品，所以它可能对传统金融机构具有吸引力，可以涉及到传统机构的理财产品，或者是这个基金的投资标的等等这些项目里面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它还有一层额外的成长空间。希望我对 USDE 和 EC 这个项目的解读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如果你觉得我哪个地方没有讲清楚，或者有你更感兴趣的问题或者项目，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能看视频看到这里，可能说明你对我做的加密货币的题材感兴趣，所以也欢迎你继续看，点击我上方的视频，进一步观看我的其他节目。谢谢大家。